再来，我们看看未年眠。未年眠是我的读书笔记，里面记了很多大家平时比较容易欠缺的一些问题。未年眠说，五行与四季各有万象。五行与四季，五行在四季当中的万象是各自不同的。象是宰相的象，是第二旺，万象休求死。比如夏季就是火旺，土象木休，水求金死。夏季不是万木狂长之季吗？为什么说夏季的时候万木都生长得特别好？夏季是火旺的时候，为什么木会是休呢？到处绿树繁花，禾麦茁壮成长，木怎么就休了呢？木必须休，因为没有木生就没有夏天的火旺。正因为火非常旺，木要去生火，所以说木必须要休。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点？夏天的时候万木繁生，万木繁生的时候，它木非常旺的时候，它就是要去生火，因为夏天火是最旺的，木要去生火，所以木必须要求。而夏天的火之所以旺，正因为夏天的木盛，木生了那么旺的火，怎么能不休呢？理解这个意思吧？就夏天为什么木会休，就是因为夏天的火非常的旺。再来，为什么冬则水旺土衰？冬天的时候水是旺的，土是衰的。又为什么壬子日主水旺土衰？壬子日，我们有的人的这个生辰啊，生日生的那一天，生的那个日就是壬子日。壬子日的时候就是水旺土衰。比如说我就是壬子日，壬子日的时候就是水旺土衰，因为四季五行八卦十干12支是互相对应的。前面上过课的都很清楚哈，不清楚的自己回去对照这个视频。就是四季五行，四季是哪四季？春夏秋冬。五行是金木水火土，八卦10天干12地支都是相互对应的。我们来补一下这个课好不好？这个是一个后天八卦，这里是什么卦？离卦。这里呢坎卦，这里呢兑卦，这里呢巽，这里呢艮，这里呢坤。这是后天八卦。后天八卦位置是固定的，位置是不会变的。那么这个震呢，它同时又是什么？又是木，震又是木的位置，震和巽都是木，木都是在东南方向，东方或者南方。那它同时又是什么呢？十干里面又是甲乙的位置，甲乙的位置就在震卦这个位置上面。那么它同时又是什么呢？寅卯的位置，所以甲乙和寅卯它都属木。这个离卦它是什么的位置？火的位置，同时又是南方，这个是东方，这是南方，这是西方，这是北方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啊，我们中国的老祖宗，他眼里的这个东西南北跟西方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正好是相反的。西方是上北下南，左西右东，我们是上南下北，左东右西，这个才是正宗的中国的东西南北。所以说我们的东方就是什么？就是木，东方就是木所在的地方，就是震卦所在的地方，就是甲乙所在的地方，也是寅卯所在的地方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的寅卯所在的地方。那么离卦在这里就是火在的地方，也是南方，也是丙丁，甲乙丙丁的丙丁所在的地方，也是什么呢？巳午火所在的地方，以此类推。所以说四季五行八卦十干12支它是有位置的，它是有对应的位置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。四季五行八卦十干12支是相互对应的，各有所属的。冬天水坎卦壬癸子是一家，冬天还有水这个五行，还有坎这个卦，还有壬癸这个是什么？天干，还有应该是亥子，亥子是一家子，在哪里？住在北方。这么多东西都一起住在北方，大家是一家子。然后呢，春天木震卦甲乙寅卯，这边有一个寅卯是一家子，住在东方。所以冬天壬子日对水而言，就好比是自家人当皇帝。就冬天的时候，这个壬子日，壬和子都属水。壬子日的时候，壬子日这一天，尤其在冬天的壬子日，这一天的水非常旺。所以生在这一天的人，比如说我就是生在壬子日，所以说我水非常旺，我面临的水非常大。对水而言，就好比是自家人当皇帝，没有不旺的你。为什么土克水则土衰呢？因为人家正旺的时候你去克，你不衰水衰。水非常旺的时候，土去克它，土当然要衰。五行之说讲的是自然万物成于金木水火土的同体。
五行之说，我们有五行之说，有阴阳之说。五行之说说的是什么？说的是万物自然都是什么呢？都是由五行同体组成的。比如说我们人体当中就有金木水火土五行。这张桌子当中，你不要看它全是木，它一定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组成的，只不过它的主要成分是木。这个凳子、这个灯光等等都是由五行组成的。世间万物，大到宇宙天地，小到一花一树一草一木，它都是由五行组成的。讲的是自然万物成于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同体，同体它不是静止的，这个五行不是静止的，它是不断的在生克，相互之间不断的在发生这种作用，这就是五行的同体。而阴阳之说讲的是自然万物成于阴阳的交合。我们刚才说人体是由五行组成的，人体的五行不断的在进行生克制化，同样我们的身体也是由阴阳组成的，阴阳在不断的对搏，在不断的交合。五行之说认为自然万物的变化是由于五行的生克，阴阳之说认为自然万物的变化是由于阴阳的对搏。阴阳是又对搏又怎么样，又交合，所以才会有自然万物，才会有人类的生生不息。五行和阴阳八卦都是观测无限空间的工具。老祖宗发明的天干地支也好，我们等一下接着会讲天干地支，五行也好，八卦也好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他们认知这个宇宙自然的一个工具。八卦也是，八卦64卦都是认识自然的工具，都是认识自然、表达自然的工具。比如说我们的汉字，汉字从哪里来？从八卦来，从64卦来。因为八卦可以比拟天地万物，但是它太简单了，它只有8个卦。老祖宗觉得8个卦不够啊，所以说又发明了64卦。发明了64卦以后，发现还不足以表达自然万物啊，那怎么办？汉字，汉字就是足以表达自然万物，足以表达我们所有的细微的感情。八卦、64卦和汉字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，先有八卦，然后有64卦，然后才有汉字。而干支则是度量无限时间的工具。这几样工具配合起来用，则6合之内无不可知的，只是工具再好，还得人来用。就是这一门术，易学的这一门术啊，就叫做纳甲。纳甲就是把八卦、阴阳、五行、天干、地支这些工具全部都用起来了。为什么纳甲可以判断所有的事情？纳甲无所不能断，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逃得了纳甲的窥测。所以说纳甲它是最厉害的一个术。比如说婚姻，你要看婚姻，你要看自己当前的婚姻如何，或者看自己未来的婚姻如何，一个卦就看清楚了。你投资一个项目能不能赚钱，一个卦就看清楚了。你的家庭的风水如何，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风水怎么样，一个卦看清楚了。这个风水对你的父母不好，或者这个风水对你的子孙特别好，你这个家的子孙一定会出学霸，都可以在卦上看得出来。或者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那么来怎么样来化解，来调节，这就是纳甲。纳甲是易学当中最厉害的一个术。所以说我常常打比方说，如果把易经比作像张三丰这样的武林高手，张三丰是不是武林高手？我们至少传说中是这样，武当派的这个老祖宗。如果把易经比作张三丰这样的武林高手，那么纳甲就是张三丰发明的一套剑术，就他的剑术基本上这个剑术所向无敌的，这就是纳甲。所以说他把这么多的工具，把阴阳、五行、八卦，把天干地支全部都综合起来用。五行中有通关一说，比如说金克木，木算是碰上难关了。木怎样才能通过这一难关呢？刚才我们讲的通关，一是遇上水，水不但生木，而且还是金所生。这就好比张三要打李四，出来一个张四是张三的儿子，又是李四的铁哥，李四自然就通关得救了。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？就是你要来打我，然后呢有一个人来生我，他又跟你又是好朋友，那自然就解救了。二是遇上火，火不但克金，而且还是木所生。这就好比张三要打李四，出来一个李五是李四的儿子，又是张三的克星，李四自然也就通关得救了。
中医以补阴治阳热，是不是？大家懂不懂中医？中医就是以补阴啊，以阴来治阳热，以什么呢？以温热治阴寒，用的正是此道。中医啊，就深通通关这个道理。真正的中医，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中医师不懂易经了，这很可笑。医易同源啊，甚至说易是医的基础。一个不懂易的人是很难，他的中医造诣、中医修为很难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地步。中医以补阴治阳热，你阳热的时候一定要补阴，温热就可以治阴寒，阴寒一定要温热来治疗。五行中有贪生旺克之说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贪生旺克，就他要去克一个东西，金要克木的时候，这时候来的水，金一定是先生水，而不会去克木。贪生旺克，这个是物质的特点，也就是自然的特性。这个没有为什么，这是一种现象。我们说现象没有为什么。你比如说，月亮为什么绕着地球转？地球为什么又绕着太阳转？为什么？谁能够说得清？没有人说清。为什么？它就是一个现象。它就是一个固有的一个现象，没有为什么，没有理由。如果一定要说理由的，要问神明。就爱因斯坦说的，天上为什么有那么多日月星辰？就是神嘛。爱因斯坦说，这个桌子上有遥控器，有这支笔，桌子上有遥控器，有笔，是我放上去了，是吴某人放上去了。那天上的日月星辰是谁放上去的？你们不知道吧？是神。所以爱因斯坦他就是这种结论。所以说贪生旺克，这就好比一个人正要去打仇人，此时儿子有事需要他，他必然先去看儿子，而不会先去打仇人。断卦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概念，就一定是贪生旺克的。有生有克的时候，一个爻动起来去生另外一个爻，或者他也可以去克另外一个爻，一定是先去生爻再去克，先生后克。会不会克？会克，但他一定是先生那个他该生的，再去克他该克的，他不可能同时。但是会不会克，最终会不会克也克，他解决了他的这个孩子的问题，他就会来打仇人。不曾想见了儿子才得知这个仇人竟是儿子的朋友，于是一场打斗就化解了。所谓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家记住贪生旺克，还有一个叫贪和万冲，也有这个事儿。只要是金就能克木吗？这也是五行当中的一种常识。金克木，金克木，金都克木吗？不见得。只要是金就能克木吗？不见得。快刀利斧之金可以克木，金钗银镯之金则不行。金钗银镯之金能不能克木？克不了木。只要是火就能克金吗？也不见得。炉火烈焰可以，引火微光则不行。你说微光能不能克金？克不了。同样，江河沟渠之水可以生木，酒血油醋之水则不行。五行生克之道，岂是一条道走到黑夜？就是五行生克，它不是说金一定克木，火一定克金。有的金能克木，有的火能克金，不是所有的火都克金，不是所有的金都克木。这个一定要搞清楚。阴阳五行既然囊括了天地大宇宙，阴阳五行是囊括了天地宇宙，自然包罗了人体小宇宙，是不是？我们讲太极，大家说太极是什么？我提问一下，太极是什么？谁能回答？你看啊，太极是不是一个大极一个小极啊？太极就是大极和小极啊。所以说宇宙天地是一个太极，一花一草一沙一石也是太极。一个国家是太极，一个家庭也是太极。太极是可以极大，也可以极小，这就是太极。太极可以是1秒，也可以是千秋万世，这就是太极。所以说老子说的道啊，老子说的那个道可道，非常道那个道啊，它指的就是太极。易经里面讲的太极跟老子讲的道是一个意思。老子认为天地之间没有什么比道更大，天地之间宇宙万物都是谁生的呀？就是道生的呀。所以说老子的道就是西方人的上帝。西方不是上帝是万人的吗？上帝什么都行吗？老子的道就是什么都行。老子的道在儒家看来就是太极。太极就是生下宇宙万物的那个东西。太极又分为阴阳五行啊，太极就分阴分阳啊。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64卦。两仪就是阴和阳啊，太极生两仪。那么阴阳五行既然囊括的天地大宇宙，也自然包罗了人体小宇宙。就是说，人体小宇宙它也是太极，大宇宙它也是太极。
现在讲人体小宇宙，脏为阴，腑为阳。我们讲脏腑嘛，五脏六腑嘛。五脏是哪五脏呢？心肝脾肺肾。心肝脾肺肾就是五脏，它是什么？它是阴。记住了，脏腑，脏是阴，腑是阳，腑是胃胆三焦膀胱大肠小肠，这个是阳。血为阴，气为阳，血为阴，气为阳，腹为阴，背为阳。肚子是阴，背是阳，背是接受太阳的地方，它是阳。心和舌属火，这个能不能明白？心和舌是属火的，你看我们舌头伸出来红红的，属火的。肝和目是属木的，肝和眼睛啊，眼睛属木。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，眼睛有时候也属火，为什么属火的？因为眼睛是光明的嘛，火就是光明的嘛，所以眼睛和火有共同的特点。但是肝它是开窍于目啊，肝是不是开窍于目？肝开窍于目，所以目和肝它是连着的。脾和口都属土，脾属土很好理解，口不是属金吗？不是对挂那个口吗？口属金吗？口它里面的牙齿属金，但是它这个口它通着脾胃啊，所以说口也是属土。然后肺和鼻子属金，肾和耳是属火，肾开窍于耳，肝开窍于目。总之一切都可以归于阴阳五行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归于阴阳五行。阴阳有二，五行有五，2、5、1、10不就是全部吗？2、5、1、10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题，这个2、5、1、10的2就是阴阳，5就是五行，2、5、1、10就是全部，1、10不就是全部吗？所以说2、5、1、10算是一个成语吗？它里面包含的意思是非常广大的。2、5、1、10，2就是阴阳，5就是五行，1、10就是什么？就是全部宇宙当中所有的万物就是1、10。继续讲三密通会，三密通会是明朝的时候一位官员，就是这个人命理很厉害，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写的三密通会。他提到一个叫野根子的人说，就是这个野根子，他的说法跟我们刚才所说的阴阳五行这个学说有一点区别。天一气儿，他说天就是一天的气嘛。你看我们乾卦，乾卦是不是这个乾字啊？乾卦，你看它左边的这个乾，它是上面一个时，下面一个时，中间一个日。那这两个时加起来是什么？是不是草？草当中的太阳。乾卦是草当中的太阳，它升到天上去变成了气。很多人会说我们古人很落后，古人思想很 low， 智商不高，他们会认为天上有天宫，这是古人的想象。在易经很早很早以前，在易经有的时候，那时候古人就知道天呐，乾卦代表天，它就是一天的气。古人早就知道天是一天的气，天上都是气，天上哪有什么玉皇大帝啊？玉皇大帝这都是古人想象出来的，只是一种故事。所以说天一气儿，气化生水。这个野根子认为水是哪里来的？水是气化出来的，水蒸气也可能凝结成水。气化，他认为先有气，然后有水，水中载浊，水当中不是有杂质吗？这个水当中有杂质，然后水当中就生土，水生的土。它不是说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它是说气生水，水生木，然后水落土出，遂成山川。土之刚者成石而金生烟，就是土啊，这一点跟五行那边是一样的。然后土之柔者生木，木也是土生的，然后木生火。你看这个人他的这个想法有没有错？也是有道理的。他认为水沉淀生了土，然后土生了金和木，木生了火，有没有道理呢？有道理。但是呢，他跟我们五行学说不一样在哪里？他认为金木水火土是5种物质。金木水火土如果是5种物质，确实是这样，但金木水火土不是5种物质，它是5种气，它是5种能量。如果把五行看作物质，它有道理，但构成万物的五行不是物质，而是气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，所以它遵从的是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五行金木水火土不是5种物质，你把它说成5种物质，那就太小化它了。它是5种能量，看不见摸不着的能量，在我们的空气当中，在天地之间就漂浮着这种能量。
它在不同的时空不停地在发挥着作用，这就是五行。然后周敦颐，大家知道周敦颐吧？中学生都读过《爱莲说》。周敦颐啊，就是宋代的理学宗师，他是程颐、程颢。朱熹以程颐、程颢为师，程颐、程颢就是他的学生，二程就是他的学生。我们说程朱理学，程朱理学，朱熹跟程颐、程颢隔得很远的。朱熹的好几代以前的老师才是程颐、程颢的。朱熹不是杨罗李朱吗？杨时是我们福建人啊，我们闽学叫杨罗李朱，杨就是杨时，李就是李同，这个罗就是罗崇彦，朱才是朱熹。就朱熹的师傅的师傅的师傅杨时，他才是程颐的学生，而程颐是这个人的学生。宋代那时候理学非常发达的时候，我们福建啊是全国最有文化的地方。中国文化两个高峰，一个高峰在周鲁，在山东，在齐鲁，另外一个高峰就在福建。周敦颐说，周敦颐他有一本书叫《太极图说》，实际上不是一本书，是一篇文章啊。这篇文章非常短。周敦颐的《太极图说》有3句话说太极说的好极。一说无极而太极，这是周敦颐说的，无极而太极，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。然后呢，太极动而生阳，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，阴极复动。这个太极啊，无极指的是无，太极指的是有，有和无在一起才是太极。大家明白了没有？无极他说的是无，太极就是世界万物是从无到有的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无到有，这是一个大的太极。然后太极动而生阳，先是太极动而生阳，阳是先生的。然后呢，动极而静，静而生阴，静极复动，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，它不是同时发生的。阴和阳不是同时产生的，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阳先生，然后呢才有阴。一动一静，互为其根，分阴分阳，两极立焉。阴和阳它不是同时生的，大家记住了，是阳先有，然后才有阴，先有阳，然后才有阴。三曰阳变阴合，就是阴阳变化交合而生水火木金土，五行顺布40行焉。40也是五行嘛，40就是五行的交替嘛。然后呢，讲讲无极这个词，无极这个词出于《道德经》，其中说为天下溪，恒德不离，复归于阴而为天下事，恒德不特，复归于无极等等，这个都是老子的话。就无极这个词是老子的话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他说的这个无极也好，阴而也好，朴也好，都是道。老子说的都是道，都是道的表现形式。但周敦颐说的无极而太极中的无极却是另一回事，他把无极当作无，太极当作有，无生的有。老子的理论就是无生的有。后面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有这种争论嘛，到底是无生的有还是有生的无？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那些文人很闲呐，吃饱了没事干，就叫做清谈谈玄，就是魏晋玄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洪范九畴是尚书里面的一篇，尚书啊，四书五经的尚书就是五经之一。洪范九畴中，洪就是大，范就是法，洪范九畴就是大法九章，4个字加在一起就是治国九章大法。洪范九畴，周武王的时候就有了。夏商周3代，短的400多年，长的800多年，治国大抵靠的就是这部大法。其第一畴讲的就是五行，洪范九畴的第一畴讲的就是五行。大家以为五行是讲自然万物的吗？五行是讲政治的。在夏商周这个1000多年、800多年、600多年、400多年、1800多年，将近2000年的时间里面，他们3代啊治国靠的都是洪范九畴。五行和治国有关系吗？太有关系了。五行中蕴含着极为朴素而深刻的治国道理。譬如金克木，你要有度，不然把木克死了。无木则无火，无火则无土，无土则你的金也死定了。社会各阶层不亦如五行吗？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就是五行啊，哪一行都不能少。五行少了一行，这个环节就断了。五行少了任何一行，其他的最终都会死。古代的统治者他非常高明，他觉得社会各个阶层，社会有这么多阶层，4个阶层、5个阶层，每一个阶层都要有活得下去的希望。如果其中一个阶层活不下去了，那么大家一起跟着完蛋。所以说，古代的统治者这一点特别通透。